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咱们讲一下禅修不失眠，告诉你真正的内容了哈。但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失眠问题啊，还是挺多的。那么如果今天上来的朋友呢，如果你有失眠的话，不用担心了哈，你有福了，有解决的方法，但是你要听下去，好吧？这个失眠问题呢，其实困扰着很多的人。这个失眠呢，我就听了这些女性朋友讲啊，失眠呢使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了，是不是就这样哈？对呀，对。那睡不好觉的话，那皮肤也没有水分，对啊，就变干燥、变黄、变黑。你还得去买那么多面膜往上贴，长皱纹、长斑。就是脸上变黑，我是发现哈，是这样甚至还有黑眼圈。对，黑眼圈马上就出来了，还有眼袋，还有脱发。那你看更不美。可以说两个呀？对，就是你知道吗？除了外在的，就是整个人可能也是会比较消瘦。对。然后也有一些人呢是反的，他们也睡不着觉，然后越来越胖，然后体重就控制不住。这晚上睡不着觉呢，还容易饿。对呀。就加一餐吧。是。一加餐，人家吃3顿，他吃4顿，那当然不一样了。对。就体重就上来了。那还有就是你睡眠不好的话，就记忆力还下降，还变笨还真是。对，然后那个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对。还有那个情绪还烦躁。是。还真的是。对。如果很多天睡不好觉的话，那情绪肯定会垮掉。对，受不了啊。情绪。是，然后其实睡眠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我们五脏六腑它修复调整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有些人他长期睡不好呢，其实也引发很多疾病，像很多胃痛还有心脏也不好，心悸问题是还有肝脏也是，人都说睡觉的时候在补肝养血嘛，是那是各种问题。所以越到晚上要睡觉，不睡觉，我觉得不光伤肝哈，哪儿都伤，哪儿都伤，真的。还口臭。对啊，睡不好觉的人，这个嘴味道真的不新鲜哈。还有严重的呢，师父，就是长期这样失眠的话呢，人体整个的这个也紊乱哈，包括这个免疫力也下降，就有的人生病，还有的人就得癌症了呢，就得绝症。对，它可能引发无数种问题，是真的，就看你哪里更薄弱。对，哪薄弱就往哪走。就是这样，就像上火一样哈。你看人要上火了吧，比如说疲劳啦，吃的油炸干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你口腔容易溃疡的，就口腔溃疡。对。眼睛出问题的，眼睛变红或者眼睛模糊。是。还有呢。胃酸对呀，所以就是看哪里薄弱就往哪跑了。对，是这样引发很多问题。对，很多问题，而且这个失眠的人群很大，师父，这个人生之中就有这叫怎么说，这个10有8、9不如意哈。有的时候遇到失业呀、失恋呐。什么离婚呐？我们说这个哈，你说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单拎出来说，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对。比如正在刚失业了，对，发愁，着急嘛，对吧？失恋了，发愁，或者亲人重病或者去世了，对，悲伤或者发愁，是吧？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短期临时性的行为，对吧？但是呢，我说的病症性的这个失眠呢。他就有点莫名的，比如说你面对工作的时候说工作压力大了，我睡不着。那这很多。长期的。对。比如说这个1个月里头吧，有差不多1/3的这个夜晚睡不好。这个我觉得首先就列为失眠症。师父说到这个工作压力造成的这种失眠现象，那现在那太普遍了。对，尤其是在职场里边哈，就是说比较高级的这些经理人，他压力更大。对，应该是大老板压力大。对，因为他担负着这个公司整个的这个生死存亡哈。对，赚钱还是赔钱，还有那么多员工，真的很不容易对。
那包括像现在在这个像美国硅谷啊这种 IT 界的这些精英们呢，哈，对，也是科技日新月异，自己追也追不上，拼命的学，对，然后也是这个公司的运作整整生存都不容易的，所以特别普遍。他们还得熬夜工作，哎，对，造成那个生物钟又紊乱，是，然后该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对对，师傅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知道的一个故事啊，哈，就是英国一个很著名的银行叫莱德银行那对 Lloyds Bank 对，那他呢就是2011年左右那个时候新上任一个 CEO 这个 CEO 叫安东尼奥霍塔奥索里奥，我们就叫他老安了哈，老安，对，老安是年轻有为哈，然后他上任呢主要就是为了拯救这家银行，因为当时是金融危机过去之后，这个银行都面临倒闭的危险那么他呢也是年富力强哈，上任之后事业心也非常的强，那他就拼命干活，而且他这个集团很大，几百家分行，他事无巨细，他都在那儿管理哈。对，他拼了命的是这种又熬夜又什么的哈，这样去做。结果他上任刚刚8个月，这个身体就出现这个信号了，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严重然后也好的时候就能睡2个小时，那太少了，这根本不行了。到后来呀，就睡5天，连续5天1分钟都睡不着，在那儿躺着干瞪眼。那身体怎么受得了就说嘛，就是要到崩溃，就这样他都不敢请假，不敢请假看病的。为什么？他这个高管一请假，股市就跟着跌后来他太太，多亏他太太就拉着他说：“不行，你这个状态不可以这样哈，一定带着他去伦敦的找了一个诊所去看病。”好了，他开始请病假了。当天这个银行的股票就跌了4.4%。对，他去看病呢，那个医生一诊断，医生说你的这个生命能量已经都接近到0点了你这个8个月冲的太厉害了，耗费殆尽这个医生还比较有经验，给他用了综合性的疗法也包括吃安眠药。也包括还有禅修的这些方法，综合运用还挺有效。让他呢就在那儿补觉睡觉，一天睡16个小时，让他恢复回来对那经过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治疗，他很幸运还是好了，就能正常睡觉了，真不错。不错，结果他回到岗位上之后呢，他也调整了他的工作模式，调整他的作息规律然后还真不错。他在任的10年期间呢，真的是把这个劳埃德银行扭亏为盈那么他自己呢，也等于冲上了他事业的巅峰他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故事对，所以他后来也跟别人也去分享，他就说这个失眠是很可怕的，你们知道吗？那个在监狱里要折磨那些囚犯，就是让他们不睡觉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说谁要是有失眠的话，一定要去寻找适合的方法赶紧要治疗。对，但是这个适合的方法就很难不然就大家不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不光是在这个金融界华尔街什么的，哎呀，方方面面的这些经理层人士或者是老板都面临这么大的压力是，然后不只是老板，就是我们在调查就是这一期直播内容的时候，就找就是经常失眠的名人，你知道出来的都是谁吗？就是名人总统不光是总统，是演艺界的人，演艺界的对，像演员歌手知名艺人对，知名艺人很多都是。那我还知道就是知名的主持人因为他那种都是很密集，就大脑极度集中的那种，才能把一场节目要应付好的对中国的外国的都有也是饱受失眠折磨。对，就像我们就是很熟悉的一位演员那个海盗王
王演海盗王的这个演员哦， Johnny 海盗 Depp 船长，哦，对，Johnny Depp，对 Johnny 他 Depp 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是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好莱坞明星嘛，然后人家问他说：“哎，你生活作息怎么样啊？你睡眠怎么样啊？”他就说：“我从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啊，是我就是失眠之王。”怪不得他老是黑眼圈呢。哎，真是。然后就大家问他说：“哎，你怎么就是睡不好呢？”他说他也说不上，可能是小时候一些创伤嘛，但是他也自己也说不上。但是他说他的失眠已经到了崩溃的一个临界点了。哦对，而且就据说还在服用一些药来帮助睡眠。那也可能也不管用吧。真的真的。对，然后而且服用这些药物还对身体还有很大的副作用。是，对，造成很多的其他的疾病。哎呦，真难哈！当一个名人很难，很难。对，你想想，不只是演员，还有像那种歌手，他搞一个1万人的演唱会，这压力多大呀？对但那像我的话，那肯定的腿都筛糠了都。是，他时刻就得保持那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嘛，还得活力四射啊，对，要表演的好，又得练习，还要保持形象，注意饮食什么的，所以他们经常就是也是睡不好。像那个美国著名歌手那个 Lady Gaga 就说，她每一次演出之后啊，3天睡不着觉。是真的。Lady Gaga 啊，对，也睡不好，睡不好。不是他演出的时候那种那么尽情投入，对，亢奋哈，对，达到一个极点，是他才有一个现场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效果感。对，他也把这个结果回来要缓3天啊，对，睡不好3天都缓不过来，缓不过来。其实之前之后都是压力特别大。还有那个 Michael Jackson 据说也是，就是 Michael Jackson。对，那我们听说了呀，是他私人医生就给他一些什么药物什么的。Michael Jackson 就那种身材一看就睡不好觉的，这根本就没肉。对，是吧？熬的。对，他是长期失眠症，长期失眠的，完全靠药物的。对，到最后死也死在这上呀，真的很可惜啊，很可惜。做名人真是不容易。对，名人不容易，那我看一般人也不容易。那好像是。对呀，就我身边的我的同学啊，或者认识的人呢什么的，对，也没做到人家那么大，没有万人演唱会，也没有主持节目，就是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开个店。对不对？开个餐馆的呀，或者是什么的，也是很不容易啊。也就是经常就，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抱怨失眠来了。跟着失眠来的就各种的病症就来了。刚才说的胃病啊，什么高血压啦，什么的都来了。像经常我遇到一些朋友来访的哈，其实职位有很多就是普通人。比如说他在银行里的一个。这个中高级一点的职员，里边他们就要求业绩呀。对呀。你拿来多少钱？对。拿了多少钱买基金？是。说完成了就能发达。完不成呢，就是这个工资它是最低的。对。而且丢人，甚至是你连续多长时间完不成，就给你降级还。是这样。哎呀，他说睡不好觉，是一晚上都睡不好。就是这样子，这是何苦呀？是连续几晚上都睡不好。我还记得我们去年是在马来西亚嘛，就到12月底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银行那个分行的经理，然后跟他打电话沟通业务，然后他说：“哎呀，太好了，刚刚昨天收到了一笔那个存款进来，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哎呀，完成业绩，对，哎呦，我都印象特别深刻。我说这啥日子要过的？哎呀，对。压力巨大。对，像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个呢，就是还是从哈佛毕业的一个高校生哈，高材生吧，就在温哥华，一个投资银行，那个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见他的时候，那个水灵劲儿哈，那个漂亮，一身的靓丽，哎呀，说话什么又聪明嘛，又在那种高校出来的，那种优越感，脸上都放着光哈，是，在银行干了4年，我看老了20岁，那头发呀，原来那个头发，整个脸都很帅很漂亮吧哈，对，现在那个头发像小老头一样，头顶上脱发，他就说啊，大把的脱发，压力太大，完了现在要看那个精神科。
我的天哪，他要再吃上药，对，那看精神科医生，医生不会白看的，一定给你买药吃，对不对？对。哎呀，把他弄得吧，吃那个药吧，就冲劲儿是没了，晕乎乎的，但是呢，业务能力更差了。就说嘛，他集中的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各方面的快速反应的能力都下降啊。原来这人哈，这眼睛啊像明亮的星星一样哈，发着光的，现在两眼模糊，暗淡了。他就说，哎呀，偶尔会想起说，把这个了结了算了。那我就劝别这样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禅修嘛。是师傅，我没空，我不敢休息。他说我不敢休息，我只能说给他加持。你不敢休息，那都我们有句话讲就不好听的叫正命啊，这真的最后生命能量都没有了。是啊，所以给他加持，给他带一个和田玉坠子就好一些，好一些。对，真是挺可怜的，你说。所以就说嘛，就是这个失眠现象特别普遍，而且还逐渐的年轻化。现在。我就是说，这都不叫什么身份的人，对吧？就普通百姓，对，就给逼成这样子了。是，我这你挣了大钱还了得吗？还对，哎呀！所以现在看的这个数据统计，就是全球至少有1/3的人有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哎呦，那1/10的人呢，就比较严重的困扰。哎呀。对，这真是问题啊！那要说到我们在美国硅谷这样的地方的话，那就不是1/3了，就是1半以上了，差不多。对，他每天对这个电脑工作哈，咱不说电脑辐射的问题哈，光人机对话，并且不是让你在那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不是在享乐，对不对？是让你在创造，用脑在思考，在创造。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那个挺伤身体的，是，所以睡不好觉的那是一种常态。常态，对，但是你说是常态，你身体受不了啊。就是呀，对，所以说这个失眠，真是一个现在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对，真是，对。那么怎么去更好的去解决它呢？其实今天我们想跟网友说的哈，就是这个我们菩提禅修这个禅修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里边还挺丰富的哈。在总体上来讲，就是这个禅修呢，是从根本上哈来对治失眠问题的。对啊，我们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啊，师父教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亚洲啊、北美啊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哈，我们听到了太多的这些好故事。那今天呢，也想跟网友们也想分享一下。是好，好的。那第一个带来的就是我们美国硅谷的一位高管，他的故事，他叫 Matt。他说：“师父好，我叫 Matt， 今年67岁，在美国加州硅谷半导体公司任职。2006年开始担任部门主管，曾经掌管公司最重要的营运的工程项目，责任重大。项目的进程不能有半点差错，同时呢，还要想方设法为公司争取最大利润。白天在公司紧张工作10个小时，晚上还要和亚洲的部门开会跟进，这样持续了5-6年。长期的工作压力和超时的工作，让我精神一直处在紧张状态，身体也慢慢的严重透支，开始出现失眠、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慌、心悸、胃痛、背痛和高血压等症状。2012年的6月，我的失眠问题开始恶化，从每晚只能睡4个小时降到只能睡2个小时，后来整晚都不能入睡，这更增加了我的焦虑。有一天呢，我感到心悸、心跳过速，我以为得了心脏病，赶紧去了急救室，医生却查不出心脏问题，诊断我还是因为焦虑引起的恐慌症，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来缓解我的症状。晚上没有充足的休息，再加上极度的精神紧张，大脑无法有效运转，让我白天根本无法去应付大量的工作，更不能很好的在会议里向上级汇报工作，工作中经常出现失误。比如我每天都要回复50多个电子邮件，可是当时我已经无法专注读邮件了，我觉得我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开始担忧会不会被辞退。这种担忧又加剧了我的焦虑，我开始频繁请假看医生，西医说我是焦虑症引发的全身紊乱，
中医说是慢性神经衰弱。我开始服用安眠药，同时配合中医的针灸和中药来调理，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没有特别的效果，身体依然每况愈下，中西医都束手无策。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在2014年8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菩提禅修对健康有帮助的文章，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8天的健身班课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健身班期间，一次能量加持后，折磨我近2年的胃痛神奇地消失了。然后在没有药物的帮助下，原本整晚不能睡的我也能断断续续地入睡了，这给了我巨大的希望和信心。健身班结束后，我每天坚持禅修2个小时。1个月之后，我可以连续睡2到3个小时了。3个月之后能睡到4个多小时，半年后可以1夜安眠到6个小时。1年之后，所有的身体指标都恢复正常，而我的体力和精力比我生病之前更好，真是太感恩了。我以前在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总是心急如焚。现在禅修后，我变得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之前制定项目计划书总是匆匆忙忙，现在变得气定神闲，思路清晰。同事们都看到了我的变化，问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让我不仅看上去神采奕奕，而且还充满了智慧。我说，我的灵丹妙药就是菩提禅修。去年2024年，我66岁，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我原以为部门主管已经是我的职业巅峰，然而去年年中，我被意外地提拔为公司副总裁。这本是值得庆祝的事，但新的职位带来了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压力。我开始感觉到焦虑的重现，还有失眠的循环。惶恐之中，我提醒自己，必须寻找一个方法来平衡压力和健康。就在这时，除了继续禅修之外，我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压方式，到禅堂来做义工。禅堂的体力劳动不仅让我从繁忙的脑力劳动中得到片刻喘息，还意外地增强了我的身体素质。在搬运、清洁、整理中，我的思绪逐渐平静，内心也越来越放松。在禅堂做义工的欢喜，让我的睡眠进一步改善，焦虑感也基本消失。面对工作的挑战，我变得更加从容，很有灵性，处理事务时越来越得心应手。我解决了公司几个重要难题，让公司渡过难关。这让我再次真正体会到助人为乐的美好和菩提禅修的神奇。我由衷感恩师父传授的功法，不仅让我重新掌控了自己的人生，也让我学会了在服务大众中找到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哎呀，多好哈！真棒。对。他就是来自于这个美国加州硅谷嘛，哈，就代表这么一群技术精英啊。那他又是一个主管高管，对，对，所以他的压力山大哈，真是折磨了7、8年之后，终于找到了菩提禅修。对。你说他这个工作压力引发的失眠，不仅让他身体出现那么多问题，还影响他工作呢。对呀，他说每天回复邮件，他都没法专注读邮件。然后工作中频频出错每天担心着被解雇，是这个真是不好受，不好受，对，但是呢，他就是找到了这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禅修，那么他是每天都是禅修哈，就禅修成了他每天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他就逐渐恢复了健康，其实很快的，他失眠7、8年找到禅修嘛，用了1年的时间呢，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全正常了，他本来有胃痛什么背痛、高血压等等嘛。全都好了，而且他的那个体力跟精力，自己觉得比8年前还更好。对，你说人家64岁一般都是要退休的年龄， 66岁都退休了，对，他还被提升，就代表他工作中表现的还挺好的，才会有这个提升的机会。对，然后提升之后呢，他又
这个很正常哈。当一个人被提拔，他面临更大责任的时候，是有这种压力感的，对不对哈？然后他哎呦，就心里又有焦虑，然后这个睡眠又开始有一点点不好了，哎，他又找到一个法宝，就是来做义工。是，就看到刚才的照片，哎，他就一直在禅堂，哎，帮着换个灯泡啊，帮着刷个墙啊，这样子。对，他说通过做义工，他不仅找到了快乐，然后其实他自己的整个思绪啊，也变得更加清晰，也变得更加平稳。哎，这里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师父哈。一个是他就是学了禅修之后呢，他说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呀，什么做什么项目计划书啊等等哈，以前都是匆匆忙忙的，他这个时候变得气定神闲，很有灵性的那种感觉，解决重大的难题哈。师父，为什么禅修会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呢？就是你身体力行哈，去咱们禅堂啊，在修行。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只是把它改变了一下，变成好像是在那工作，是吧？在那帮忙做事儿，做义工，说义工嘛哈，这个时候在给你消业，在消业。我可以这么讲哈，说的直白一点，你比如说现任美国总统，你说吃泡面、吃汉堡，80多岁老头子，还整天能骂人，还心眼儿那么多，还能经营一个世界级国家，是不是啊？是。很多这个时候这个年龄老人家都不在了，对不对？还给人吵架、打架、抬杠、骂街、说话，到处争吵，到处辩论，头脑清晰，身体健康。这个是人家的福气和命相。对不对？那我们换一个人来说的话呢，今天你到64岁哈，早已经退休至少4年了，已经退休4年了，对不对？是。你还被提升，又成为这个副总裁啊，公司大老板了，对不对？从一个你的公司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部门经理，一个普通人吧，对，就变成了一下像凤凰飞上了枝头一样哈。是啊。这家伙指日高升的东西哈。哎，这你有这么大的承受力吗？一般人都没有嘛，也很多人没有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承受力。你到咱们禅堂是在给佛效劳，给菩萨效劳，给众神服务，当然返回的是给众生服务，对，哎，这个时候你的功德就大了呀。比如说，按照命相来说哈，你过去你的命相中，你一生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你的存款可能就是500万美金，对不对？但是你做了这些功德之外，做了几年功德了，对不对？对。你看，说不定1年，我们从钱数上来说哈，就可能是增加800万、1000万美金。就是。所以你干了几年之后，立刻改命了。哎，你看你干了4年的话，你就是又增加了4000万的这样的命相，对不对？立刻提升。你看，不光是提升了你的财富的指数哈，这个命相，还有呢，你的聪明、智慧、灵性立刻一起配套来了。一起配套来的。所以你像现任美国总统一样，你这不能说我光吃汉堡，是不是啊？我头脑不行的。那你作为一个精英级的领袖，对不对？精英级的领袖，你能吃，能干，能跑，能骂人，能指挥，头脑清晰，口齿伶俐，是不是？骂人无数，常胜将军，你样样都要行才可以，是不是？你换个人试试看，说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对不对？对。你能跑吗？你能走路吗？这80多岁老人找俩人扶着还走路艰难呢，对不对？对，所以这叫命相。所以咱们这位归国的朋友呢，你看他在这做义工之后，他的功德就提升了，他的灾难和罪过就减少了，所以你看智慧也有了，财富也有了，权力名分一下又增加了，地位都提升了，而且还挺自在。对，气定神闲。什么叫自在呢？就智慧广大。游刃有余啊，胸有成竹啊，我才自在。我就是我的权力更大，但是我的压力也更大了，但是没关系啊。
我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他自己觉得这根本不是事儿。对，就是以前他可能难倒他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压力，现在他这个智慧提升了哈，灵性提升了之后，这原来事儿就不是事儿了。对啊，对。再者，有时候听我们讲一些课程啊，听开示啊，要有一种更伟大、更高境界的人的看法，对不对？对世界的认识也变了。对，其实我也经常会开导大家哈。是的。你比如说，100年前你是谁，100年之后你是谁？不管你多大年龄，这个事儿想通了，什么都通了，就不执着了，就会一通百通了，啥都无所谓，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像中国的古代人那个老子，对，哎，你看在《道德经》里头说了一句话，很多教授都翻译，我觉得翻译很多我都觉得不太同意，比如说有一句话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哎，有更多的教授互相抄，就是说治大国啊，就像煎小鱼一样，别总翻腾，越翻腾越烂。本来鱼就小嘛，一翻锅就烂了。难道是治国和翻小鱼什么关系啊？不，没有关系的。而是在精神世界当中，我小看你，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小菜一碟"，没关系，对，搞定它是吧？从心理上来，我也藐视你；从战术上来说呢，我也重视你，知道吧？就像兵家一样哈，一个高尚的兵家互相打仗的时候，我10万，你20万，明明你比我多1倍，对不对？但我不能怕你。从精神上说，你算啥？你那20万兵啊，就像纸糊的一样，我的每一个都是罗汉金刚。是，对，我一个打俩没问题。随时我可以打败你。心理上要这样的一种胜利的状态。之后在方法上呢，再找一些灵活的技巧的一些方法。而且就是这些方法，有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想出来的。对，经常在禅修过程中，哎，这个点子就来了。你在做义工的时候啊，看似不是禅修，事实上神佛就直接输入你的大脑里去了。对，所以我们这个 Matt 师兄他就深深受益，也是跟师父学了这个10多年哈。对，肯定他这个人生境界、对世界的认识都大大的扩展提升。加上佛法宽容啊，这种大度的这种熏陶哈。对，像我们说多舍多得，对不对？哎，有难事儿，这不多给钱是吧？多鼓励，多宽容是吧？哎，所以这种综合的这个佛法智慧哈，就是让人当面对大问题、大难关、大压力的时候，就迎刃而解。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迎刃而解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对，就是我们这个Matt师兄他已经做到了哈，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自己写的故事中他还说呢，我在禅堂做这个体力活动，是让我这个烦恼的这个脑力活动脑力体这个运动让我得到了喘息。其实不是的，Matt师兄，你今天听听师父这样讲，这个背后的道理是因为功德，是因为修行。从眼睛和手看到的和触碰到的，和你的工作环境肯定是不一样。对，给禅堂干了个活啊，换了个灯泡啥的修理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在视觉上是不一样，是吧？但是改变你人生的，给你那么大的一种智慧启发的还有运气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说我的工作环境和动手的感觉不一样而获得启发，这是两回事儿。对，那我们网友们听了也是大受启发，很有意思。对，你看大家跟我学过这个《地藏经》嘛，说那你要尤其是富贵之人你要行善的话，还要亲力亲为，不能让别人替代你。没错，你说你这么大的老板，给禅堂做个义工是的，打个杂，洗个车，修个电灯泡，对，洗个厕所，擦个地板给学员们服务，端茶倒水，是这个。其实你会获得巨大的加持力，多好呀！对呀，对。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你是个艺术家，你看带给你多少灵性？对对。所以我就想起相反的例子，有的那个这个很忙碌的人电脑工程师，脑袋累了一天了，可是回家还得看孩子、做饭呢，做些家务他还是睡不着啊，他也有体力活动啊，他还是睡不着，他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就听懂了在禅堂做义工这个事情但实际上背后是佛菩萨的加持和做功德，是消业得了功德，再加佛菩萨直接的
这种智慧的给予，直接传输给你大脑里去，太是这样的。对，好的，也感恩这个麦师兄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也祝福他哈，这个事业再更加的往前进一步哈，身体也健康。师父，咱们送给他一个礼物吧。好，有礼物。哇，这么大！看看哈，洁白如玉哈。你猜猜这是啥？砗磲，洁白如玉，它不是玉，是砗磲。玉这概念就是一种一个名字而已了，但是这个的属性就是，这叫有机宝石。这是几千万年、上亿年之前的，那个时候地球大海那个恐龙时代嘛哈，什么都是大几倍，都是大5倍、10倍以上的哈。那个时候那个大贝壳，那个大贝壳啊。现在有时候因为过去的海底哈，现在就可能是高山，在山里头不小心挖出来的。我看过哈，非常大，像大磨盘一样，它最厚的地方有20-30公分嘞。哇！就那样的，那有很多这个灵巧的工匠呢，会找着合适的地方，把它雕成一个什么物件啊？有的就是磨成珠子呀，就是这样哈。这个其实它对人的这个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对，我就想师父给麦师兄挑选这个，应该对他的健康有帮助。有像镇静、养神、美容，还助消化，降血压。降血压，它是一个让你一个达到一个平静智慧的状态。那正是这个大老板需要的。而且呢，对助眠呢，是不是啊？对于这个睡眠的话，又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东西。安神助眠。对。太好了，对，那送给这位麦特师兄呢，你能够叫事事顺意，收到这个心安理得收到，获得最大的成就，收到，感恩师父。好，师父，那下面还有带来另外一位网友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位77岁的老人，来自新加坡，名字叫李瑞珍。他说：“我有10多年的失眠问题，每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眼睛很累，也很想睡，可是就是睡不着。即使脑袋里没有想事情，也睡不着，心情很烦躁。”每天要到4-5点钟才能够睡着，真正睡眠的时间也只有2到3个小时。起初我会让女儿陪我聊天，希望能够让我放松，好好睡一觉。但是很快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明天还要工作，真的不能在晚上再陪你聊到那么迟了。”于是呢，我就开始自己找一些事情做，让自己变得疲倦，希望累了之后能够睡着。我会在半夜写毛笔字或者拼图，直到大约凌晨4-5点，感觉比较困的时候才能睡着。我拼图的难度从200个模块到500个模块，最后到2000个模块，几乎是最复杂的拼图了。我有2幅2000模块的拼图，因为拼了太多次，太熟悉了，拼到我一拿起来就知道该放哪儿。拼图都那么熟悉了，可是我的失眠状态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每天虽然躺在床上5-6个小时，真正睡眠时间只有2到3个小时。而除了拼图之外，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会经常开着电视机。如果关掉电视，头脑里会更吵闹，精神不能安静下来。这10多年来，因为我白天晚上一直开着电视机，已经看爆了3台电视机了。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的疲惫，也没有好好休息的感觉，头脑整个就是迷迷糊糊的状态。有时候女儿会说：“妈妈，刚才你讲了这件事情了，为什么现在又讲了一遍？”身体上的问题导致我心情非常烦躁，脾气也变得很坏，脸也是黑黑的。女儿们有时候都不敢跟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炸弹，不能碰，不然随时就会爆炸。我去看了医生，医生也只是劝我说心里要放下，不建议我吃安眠药。就这样，我就一直熬了10多年。直到2022年，我的妹妹发了一个拔罐内功的视频给我看。她说拔罐内功的效果非常好，有很多人走了之后失眠就好了。
然后妹妹就说，既然你有这个问题，看了医生也没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于是我先开始在家里试着走，没想到走八卦的第3天，我当晚7点就上床睡觉了，一躺下就呼呼大睡，让我非常的惊喜。之后的那几天，我继续走八卦，也同样的很早就能入眠了。女儿都不敢相信，在我睡着的时候，她半夜起来一直问我有没有事啊，我叫她不要吵我，让我好好睡觉。我睡得特别特别香，好像被拥抱着的感觉一样的睡觉，非常踏实。有时候打鼾声太大，还吵醒了我的小孙女。自从第3天起，我每天平均就能睡上7到8个小时，睡眠质量也非常好，每天感觉非常有精神。走八卦还帮我解决了另一个难缠的问题。20多年来，我一直腰酸背痛，并且双脚无力，走路不平稳，走不到10步就需要坐下来休息。走八卦的第5天，我居然连坐了4个小时，连走了4个小时，双脚也很有力，不感觉累，而且心情很爽朗。走八卦6个月以后，我原来的腰酸背痛都消失了。我女儿说，我走路好像飞呢。走八卦后，我的脾气也变好了，人很开朗，爱笑了。连孩子们都说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慈祥的妈妈，都乐意跟我说话了。我现在真正的可以享受我的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大家都说我怎么看都不像77岁的人了。八卦天天走，活到99，太感恩师父了。这个老人家都为他高兴啊，真的。你看这张照片都是人家是神采奕奕的，对对对，气色非常好。对，想不到他也是有10几年的失眠折磨呀，哈。是，而且说每天晚上只能2到3个小时的那个睡眠，真的是严重影响到他的情绪啊，他的生活。是，然后他是在网上学八卦哈，然后改变了这个情况啊。对，这挺神奇的，他就自己看着师父的视频，然后走了第3天就入眠了。对，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网友很大的启发。如果到现在听到的话哈，有这个失眠问题的，不妨先在家里在网上哈来学习这个八卦内功。那么跟着走啊，你也会像这个老人家一样的，也很快就会见效的啊。那除了网上能学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到我们禅堂，就是有老师来教，会不会更好呀？当然会更好啊，就学的动作更标准呐，这个对这个内在的道理也会理解的更深刻呀，哈。那我相信效果也会更好的。是啊，那是有方便的机缘的人可以这样哈。那网友在网上先开始学也是很好的。对。你看这个八卦内功多好哈！真的。对。你看这老人家就在这个电脑上跟我们学哈，就一下就有效果了。是的，对，他从第3天嘛。对，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神秘。很神秘。对。这不得了哈。对，所以这个八卦内功呢，也是金菩提宗师传授我们大家的这个禅修方法中的一个哈。对。像我们英文就管它叫 walking meditation 是非常好的。对。香可，你看到那个留言了吗？哈。对，我们现在其实正在随时留言的一位学员哈，看看。对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也是失眠问题，他来分享他的小故事哈。这位张艳丽说到失眠，我有42年的失眠了。42年，我的天！然后有幸遇到了八卦内功，走第1次之后，那晚就熟睡了7个小时。哇，都没有醒过，也没有起来，上厕所，简直太神奇了！感恩师父让我接触到八卦内功，至今我每天晚上睡觉很快就入睡了，真的是八卦内功真的太棒了。对，师父就是这个网友他来留言了。其实哈，我听到太多这样的神奇的故事哈，好多人都是什么20年的失眠，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禅堂的
20年的失眠，走八卦第一天就睡着了，以后再也没有犯过啊。还有就是到我们禅堂里边来上这个菩提禅修健身班的然后本来都是失眠很严重的，第一天课上下来，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问候大家嘛，哎，昨天睡得怎么样？哎呦，老师可不得了呀，昨天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睡得像一个木头一样啊。对对对，然后还有的人说，哎呦，睡得像一个 baby 一样啊，哎呀，可多了这种啊，怎么太神奇了，就是急死医生的问题。对对都特别特别好，太好了。那我们说回到这个老人家哈，对他这个失眠给他造成的困扰多严重哈，对他这个情绪烦躁，记忆力衰退，刚讲完的话又说一遍对，女儿都烦了，对，然后还有他是多年睡不着觉嘛，对呀对，还有就是他这个脑子里边乱哄哄的，然后只能用那个电视机的声音来让他好像能够安静一点哈，结果电视机增加点噪音，可能他想来达到助眠的作用。对，他说反而不开的话，他头脑里轻度的失眠有电视机的噪音容易睡。他这个不行呀，他电视机都睡了3个了，他还没睡着呢。对，他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失眠者对。但是他这个效果真好，真好，对然后他这个挺有意思的，他不光就是这个深度睡眠，而且他这个腿脚更有力了以前走几步就不行，现在跟飞毛腿似的。对，这种康复通常是综合在一起的。是。你像你身上的一些老年病啊什么，可能随之都在康复中或者已经康复了。对，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例子呢，就给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带来福音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对，我们后面再讲这个道理再听他这个故事。是，好。那师父，我们也送他一个礼物。哎，好的，好，送给这个李瑞珍老人家这位网友呢，看看这是认识吗？墨玉碧玉，和田碧玉的一串项链好漂亮因为这个和田玉呢，它能够达到安神助眠避灾避难消灾避难等这个作用和田玉对，和田玉不是翡翠和田玉这个作用会比较好那师父替网友问一句，那这个玉的颜色上呢，还是颜色都有这个作用吗？差不多，像和田玉呢，主要是偏青白玉，对，就是白的有点偏蓝灰色那样的或者是偏绿色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对，都能达到安神的作用。白色的和田玉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太好了，感恩师父，我们又学到了镇静安眠的，对，太好了，好，祝福李瑞珍呢能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们给网友们带来一个马来西亚的故事。他说：“师父好，我是佳慧，来自马来西亚。我已经失眠超过10年了，每晚只能睡1到2个小时，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惊醒，再入睡呢非常困难。这可能与我曾经频繁出差有关系，尤其是时差问题让我无法正常作息。作为一名电脑工作者呢，我经常需要在深夜进行系统升级，这种不规律的作息进一步打乱了我的生物钟。长期的失眠导致我身心俱疲，精神不振，使我痛苦不堪。我看遍了中西医、心理治疗，甚至也服用了安眠药，但都无效。我还曾经参加过40公里的长跑，虽然累得精疲力尽，弄得我腰酸背痛，但依然无法入睡。不能入睡，精神的压力就日益增加，甚至在心情平静的时候呢，我的心跳曾经一度超过每分钟180次，正常值呢就是60到100次。尽管我做了各种检查，医生也无法找到根本原因。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同事建议我去尝试禅修的课程。2024年10月，我开始在网上寻找，发现了菩提机构举办的药师佛法会的活动。那活动当天呢，我了解了禅修课程，我就立刻报名了菩提禅修健身班。在健身班上，我体验了坚菩提宗师的深度睡眠颂钵音乐《人生如梦》。当晚我在睡前就播放了1小时时长的颂钵音乐，结果令我很惊讶，还没等音乐播放完，我便沉沉入睡，一觉到天亮，整整睡了6个小时，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连续上了8天的课程，我每晚都能安然入睡，整个人也变得神采奕奕，更加有活力。对于10年失眠的人来说，能够睡个好觉，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幸福。除此之外，在健身班上连续站着练大光明修持法3遍，就是1个半小时。虽然也觉得累，但是心跳也没有超过100下，我感觉好奇妙呀，非常的开心。课程圆满之后呢，我的睡眠依然保持正常，每晚一觉到天亮，至少6小时。我真的难以相信，之前四处求医，经历数不清的时间和奔波劳累，竟然仅通过一次禅修健身班，就让我走出了10年失眠的痛苦，太不可思议了。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感恩师父传授的禅修妙法，让我能够获得健康和幸福，再次衷心的感恩。这太好了，真是对他呢，就是又是电脑工作者，又是出差时差，对，搞得这个生物钟都紊乱了。10年的失眠，他还尝试了很多方法要睡觉，还跑了个马拉松呢。对，他说跑了40公里，精疲力尽，腰酸腿痛，还是睡不着。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是一个误区哈。我也想问一下师父，很多人他尤其是这个脑力工作者嘛哈，就那个对着电脑工作一天，头昏脑胀的，然后下班之后他就去那个健身房就拉铁就各种的那种，对各种这样的。但是呢，好像就反而更累好像也没有去缓解这个失眠的这个从根本上缓解这个问题师父，这个那到底这种体力运动有帮助没有帮助呢？他是这样哈，你看那个小婴儿童，真要躺下去之后就睡的呀，叫都叫不醒。对。你看很多年轻人上那个闹铃上无数种，就差点让床闹起来，对不对？都醒不了。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反而失眠的人群在老年比较多呢？这是能量学说就你上岁数之后很多人因为可能疲劳或者压力或者遗传基因造成的这个能量超级的缺失，就是缺少能量了。缺失能量之后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这个精神意念发出来的指令，告诉自己躺上床我睡觉了。其实我们人不知道的当你这个指令给了自己之后，你的身体、血液、内脏、心脏、毛发都是开始进入叫睡眠状态。他在执行这个指令。可是呢，你的能量不足了，元气不足了。当就像一个病重了的一位元帅，病重了之后呢，元帅当指挥底下将军的时候，将军说元帅身体快不行了，我们干嘛看他呀，怕他呀，这不听你的话。那你就指挥不动他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这个元气能量一旦亏损缺乏之后，是从医学上来讲的话，是你缺少能量了。所以发了指令之后呢，你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可以让这个睡眠的这个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直接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呢，身体发出指令的时候，其实也是一股能量，就遍布了全身内外。所以你身体没有这份发出这个能量来通向全身，而产生那种作用力。因为能量匮乏了嘛。
所以就 hold 不住整个睡眠的这个神经状态。哎呦，啊，所以你的心里想着我要睡觉，可是你的身体啊、内脏啊哪里的，还可能是处在2个小时之前工作、吵架或亢奋的状态，就下不去。所以失眠的人往往都是，照我来看的话，就是缺少能量的人才失眠。那这样的人他去做这种体育运动啊，尤其是强体育运动的话，还耗能量啊。对，那我们就理解了。没错，他反而倒消耗了能量，就睡不好啊。其实他想靠疲劳让自己睡这疲劳让一个健康的人疲劳之后睡得很香，这是一定的。但是让一个缺少能量的人的话，你的疲劳只能消耗更多的能量，那就更加睡不好，恶性循环了。对，我听到就有的人也是嘛，就是有的那个做这种主持人还说这种亢奋，晚上很累，但是睡不着，他是不是去做运动，他就喝酒。他就想，喝点酒让我的身体麻醉啊，对，麻醉，最后他就说根本也不是睡着了，整个就是醉死过去了。对，醉过去了。喝了酒喝醉过去，醒来之后难受哦，身体是已经又受了一次伤，是又消耗了，本来就能量匮乏，在喝了酒醉过去之后。你想喝醉了酒直接伤哪个脏腑？肝呐。那么有没有伤脑啊？伤啊！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不可采取。对，所以这种就是强体力的这种体育运动啊，还有喝酒啊，都不是好的解决失眠的方法。对，不是好方法。就是这个禅修啊，特别的好，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错是反而就是因为通过禅修补齐了这个能量，让他就能够睡得好。对，所以你看这个，分享一下说这个禅修的这个多好。这个一个网友说，我一个亲戚的老公刚学会走八卦1个月，现在睡得很沉，真是深度睡眠。因为他们家开个小商店嘛，他告诉家人说，别跟别人说我睡得这么好不然人家来了把我家东西搬走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有意思。对，他睡得这么深都不好意思说。对，你看有网友就说呢，他睡觉前他就开始播放《人生如梦》，我们制作那个颂钵音乐，使他们全家人睡得都很好。对，这个确实如此。是这个《人生如梦》真的帮了很多人。师父录的这个颂钵音乐，就是当时师父录的时候就有这个这个好意念呢，就是要帮助大家有失眠问题的人啊，能够更好的入睡。对，我在录制的时候，我也做了法进去。我希望呢。就所有的瞌睡虫给所有的听的人，只要你一听瞌睡虫就钻到你的脑子里去，就让你睡觉。对对，是，所以还是有些作用。是这支音乐真的就是我们都在看留言嘛，其实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们都留言说，就是因为师父这个人生如梦，他们解决了就是很多年的失眠问题。对，然后睡得也更沉。然后现在我们 YouTube 上呢有2个版本，一个是那个8小时的版本敲播的，然后还有1小时的版本。对，就是网友们可以到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上或者直接搜人生如梦颂钵音乐就是能够去用这个颂钵音乐对，非常感恩师父。对，所以你看，就像前面刚才那个新加坡的那位老人家，他当时是不知道有这个颂钵音乐呀，他的3台电视机都给看坏了。其实不用开电视，就开着这个颂钵音乐睡觉是最好的了。我看这个网友也说这个颂钵音乐《人生如梦》太好了，我每次睡眠不好的时候，一听不到20分钟就睡着了。对。还有网友也是说，就到底这个颂钵音乐到底有多长时间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头，对，就听一听就睡着了。因为我们录了音我们在出版前我得检查。对，我记得师父要审嘛。我审了3次，
最长的省到15分钟，我睡着了，不行，这是什么了？这效果简直对，太好了。整个就把你就听睡了，就是。对，是。希望大家能听这个音乐哈，能够伴你入睡哈，睡个好觉，恢复元气，恢复健康。对，感恩师父。所以网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们，就是也被失眠困扰，不妨推荐这个音乐给他们。对，对。好的，师父，那我们给这个马来西亚的佳慧也送一个礼品哈。好，他给我们分享了这个。好，送给佳慧呢一个和田玉的，这个叫平安无事牌。哎，这个能够助眠，能够辟邪啊，能够保平安啊。太好了，祝福佳慧。这个平安无事，新年吉祥如意，收到，永远睡好觉哈，睡得好啊！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常年患失眠者的一个故事分享。他是来自美国硅谷的美和，今年64岁。他说已经退休几年了。我有10多年的失眠。我本来是个卷烟厂的工人，因为以前经常上夜班，晚上熬夜，白天还要带孩子，没法睡觉，导致整个生活节奏紊乱。晚上总是没有睡意，常常躺在床上2-3个小时，还是睡不着。睡着了也总是醒来，经常起夜2到4次。平均每天睡3到4个小时，少的时候睡2个小时。晚上睡不好，弄得白天头疼的要炸裂似的。我曾经尝试很多个方法，吃过各种安神镇定的药，也做过头部的针灸，都没有什么效果。幸运的是，2023年7月，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菩提禅修，开始每天早上5点走八卦。走八卦的第10天，我居然十几分钟就入睡了，而且一觉从晚上9点睡到5点，我好开心啊！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就这样坚持走了3个月后，我的睡眠质量稳定的改善了，入睡很轻松，基本上一觉从晚上9点睡到早上5点，整整8个小时，极偶尔才会起一次夜。失眠问题已经不再困扰我了。现在我每天走八卦已经1年半了，每天睡得很好，精力充沛，干啥都不觉得累，每一天都充实快乐。非常感恩师父教给我们这么珍贵有效的八卦内功，我希望将这个好方法要介绍给更多人认识。他这个情况，一个是上夜班，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哈。对。他是卷烟厂，那个抽烟就是让人兴奋的。对。是。香烟里面的内容哈，可能主要是尼古丁嘛。尼古丁里面含着大量的兴奋剂。对呀。对。所以过去说抽烟也是有点像吸毒一样，就是上瘾。提神，对，先提神。很多上瘾的东西呢，要么就是麻醉，要么就是提神它这是提神的。对。之后，所以它在卷烟厂呢，它吸收大量的这种香烟的这个能量哈。天天闻那个味儿。对，就很兴奋就睡不好，容易造成失眠。所以他学了八卦内功之后也是很神奇哈。第10天嘛，对吧？然后就睡了一个好觉之后，你看他，可是他现在仍然是上夜班呢，仍然在这个卷烟厂工作呀，对，就能睡好觉了。就是因为他那个元气给补足了呀。你看，对，元气补足了，对抗这个兴奋剂，对抗尼古丁。就有作用了。讲到这儿，我还想起来，师父以前讲过，这个禅修还帮助戒毒呢。是毒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那个30岁的小伙子满口牙都掉光了，因为吸毒啊，吸的海洛因呐。哎呦，那么厉害！而且全家倾家荡产。就是这样子啊。那师父咋帮他的？就跟我学禅修啊。完了抽空学禅修做义工，学禅修做义工。大概我记得是3个月左右就戒了，但是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半年以后就适应了，就是基本正常了。但只是他那个身体之前吸毒吸的那个消耗的感觉呢，到1年以后才恢复过来。那也不错了，是这样的，能恢复过来。对，牙长不回来就算了，这身体能恢复起来已经很厉害了。是那个毒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尤其是海洛因。
哎呦，海洛因的这个，你看禅修戒毒都有用。我是听到很多这个禅修帮助戒烟的故事。对，我记得马来西亚一个师姐就是从小的时候7、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家人一块儿抽烟啊，对，然后抽到30、40岁嘛。然后只有就是怀孕的那个时候不敢抽烟，结果一出了生完孩子一出了月子，第一件事就是先叼一支烟，先得过瘾，就这么大的烟瘾的一个人啊。结果到了我们禅堂来学习禅修啊，哎，上了一天课，然后呢就恭恭敬敬的跟着师傅我师傅的法像挂在那个墙上嘛，他跟师傅恭恭敬敬行个礼，回家以后哈。就不想再抽烟了，他拿出一支烟来，一闻怎么是臭的呢？他以为这个烟过期了，坏了，就给扔了。完了又出去买了一盒回来，然后又一闻，哎呀受不了，太臭了，哎呦不要抽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抽烟了。太好了，这佛菩萨师父加持帮他。反正我帮了很多人戒烟戒酒。太多了。就是你那个一抽就难受啊，对。过去呢他是心里就想我要抽烟了，是。现在呢很多是不想。还习惯性的看别人抽，说，哎，我要抽一根，受不了一闻一抽受不了。对对对，就是我帮了很多人戒烟啊，这个好神奇。其实大家想戒烟呐、戒酒啊、戒毒哈，像我们各禅堂哈，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帮助大家的活动。是。你呢，当有些季节呢，你比如说像这个。浴佛节呀，浴佛圣诞嘛哈，对，药师佛，就是阴历4月初8，今年是5月哈，5月几号来着？5月5号。5月4、5号吧。对对对。我们各禅堂都会举办这个浴佛节哈，或者提前2天哈，就赶个周6、周日的时候办。对。这个时候想改自己这个坏毛病的，比如说吸烟呐、酗酒啊、赌博、吸毒等等的哈，去金盆洗手，在佛前许个愿。通常之后就自动就戒了。好，网友们记住啊，金盆洗手啊，要到菩提禅堂来。对，再找禅堂的这些禅师老师们哈，帮你加持一下，加持，定神，增加你这个加持力之后，你能量一下就行了，你可能那个烟就一次就戒了。太好了，这个是真的很有效的。师父，太好了，师父，现在我们网友都在很踊跃的留言呢，没想到那么多人有这个失眠问题。你看这一位苏红说：“感恩师父，我也是有失眠症的，失眠5年就让身体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腰疼不能行动。然后有个师兄遇到我，就给我推荐了您的法，听了师父1次课，失眠就好了。这个挺灵哈。对，非常神奇。恭喜恭喜。对，然后我们的网友吉祥光说，我老婆睡觉失眠就是听着师父加持的音乐，不一会儿就听见呼噜声了。这个好，这个好。对，所以师父的法，就无论从禅修啊，到师父的加持音乐，到师父加持的这些吉祥的法宝，对，都其实就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很有帮助。看起来很多网友们呢失眠也这样受益了。对，感恩师父。还有这个网友也说嘛，说我每天都练大光明走八卦啊，还有供灯祈福，每个星期跟着师父直播念佛祈福，2年的失眠症消失不见了。真好，真好。对呀，念佛这些都是很管用的，都是禅修的方法。太好了。好，那我们给这个卷烟厂的美和也送个礼物吧。好。好，看着简洁明了的小礼物哈。好漂亮。这是啥？你看看。这个珍珠小耳环。珍珠耳环，珍珠耳钉哈。好漂亮。这个挺好的哈。这都是安神的。珍珠是安神的。镇静安神，安神就能帮助睡眠。而且还让皮肤变美。对。还让这个心脑血管的血液变得更加流畅。防止这个血液淤堵问题哈。对。太好了。很好哈。祝愿这个美和呢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接下来呢又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网友舒华带给我们的分享。师父好，我是舒华，今年43岁，来自马来西亚怡保。我的父亲在2023年2月离世了，享年84岁。父亲生前最疼爱的就是我。我和父亲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我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思念过度，
我在2023年12月开始有失眠的问题，我曾连续3、4天完全不能睡，之后呢，每天勉强睡个2、3个小时，经常是到了早上5、6点才能稍微的入睡，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改变方向，只为了尝试能够让自己入睡。一张大双人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我占过，因此被我的老公取外号叫365度。睡不好导致我的情绪变得很糟糕，很负面，总是害怕自己不知会不会得什么严重的疾病，每天心里很慌张，不能定下来。这种恐惧感导致我不能做家务，也不敢开车接送孩子上学，连做饭也不能了。每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一看见床就莫名的恐惧。2024年的2月，身心倍感疲惫的我来到了菩提禅修怡宝禅堂，向药师佛祈请，我怎么能够走出失眠的困扰。我在禅堂接受了1对1的能量加持之后呢，也迎请了一些能够帮助睡眠和克服恐惧的法物，比如玛瑙金刚杵、袈裟书，还有金菩提禅香。从那时起，我的睡眠开始改善了。我每天晚上抱着袈裟书，可以睡4个小时以上。偶尔睡觉还有害怕的感觉的时候呢，我就会摸着金刚杵，抱着袈裟书，心就会慢慢的定下来，就能慢慢入睡了。只是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健康还是心理担忧，心情也不那么稳定。后来我又回到禅堂抽了一支签，询问我的健康状况。签文说，让我远离是非，要日夜勤修，专念佛号，安定身心。从签文中我领悟到，原来我的健康没有大问题，只是自己的心不定才造成这么多的问题。从那时开始，我就不那么害怕了，也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的，恐惧感慢慢减少了。在签文的指引下，我立刻报名了禅堂的念佛班，也为自己供上了一盏7天的祈福灯，希望佛菩萨能够护佑我好好上课，解决难缠的失眠问题。我在念佛班上，只要一念佛，就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在第5天静坐的时候，我还看到蓝色的琉璃药师佛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么慈悲地看着我，好像跟我说，孩子，你的委屈、恐惧、无助，佛都知道。那一刻，我的心中升起了对佛菩萨无限的感恩，同时在心中原本一直缠绕我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也在刹那间消失了。我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平静。自从那天开始，我就能够每晚睡足6个小时了，而且是一觉到天亮，睡得又沉又香，再也不会半夜惊醒，也不会害怕看到那张床了。一切的折磨终于过去了。在这个念佛班之后，我每天都诵念佛号，而且我也懂得了感恩，经常在禅堂里供灯供佛，做义工积功德。我现在每天都睡6个小时以上，而且一躺下就睡着，再也没有失眠的问题了。我的情绪也乐观了很多，不再恐惧害怕。更不可思议的是，做义工一段时间后呢，我居然梦到了父亲和我一起来禅堂做义工。父亲白白胖胖的，气色很好，好像变回他40、50岁时候的样子。我对于父亲的放不下的思念还有担忧一下子就释然了。我相信佛菩萨带我父亲去了好的地方，所以特别感恩佛菩萨，真是一人修行，全家受益啊！再次感恩佛菩萨和金菩提宗师的护佑啊。他这个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师父，他是父亲去世哈，对，我们人生中失去亲人哈，这个有的时候打击挺大的，走不出来，是还有像失恋呐、离婚呐、失业呀，或者什么财务被骗呐、失财呀哈，一下子这个打击，好多人对走不出来，他就反而变成这种
长期的失眠的一个困扰了。对，就变成一种症状，落下病根儿了，就是说，是，对。有些这种病根儿哈，我记得10多年前接触一个美国一个学员哈，他那个都老大不小，60多岁了，父亲去世，他父亲去世，他一说就哭啊哭。我说这刚去世吗？他说10几年了。对，你看还哭。有你这样的吗？你已经老大不小，做奶奶了，对不对？你父亲去世，你还能不理解啊？他说我理解啊。他就是过不去。他就是这个至亲呢，对他太好了。这太好之后变成是一种依赖。从这个生活中依赖，再到精神上的依赖，就容易走不出来哈。但一旦走不出来，容易把他陷入一种精神的困境。对，而且也是消耗能量，能量越来越低。对，而且还容易入了邪哈。没错，所以刚才其实这个舒华他讲的那种恐惧呀、焦虑呀，哈，对，他再发展可能真是但是他很幸运，他到禅堂接受了能量加持啊，让他的能量有所提升哈。对，然后他又请了那些辟邪呀、安神呐、护佑的法物，对，这些对他都有帮助。比如说金刚杵。他说他心中一害怕，他就去握着这个金刚杵，他心就定下来了。这个呢，我们梅河禅堂当时接待他的老师呢，进行细节沟通哈。那我认为呢，那个当时的老师让他请这个推荐的金刚杵类的哈，这香啊，还是发现他也有种邪气入侵的对邪气入侵的迹象产生了，就是既让他能够安神，还要辟邪。要把这个邪气，其实确切说哈，要把如果当病毒的话，要把这个病毒先去掉，对，再来安神，对，再来给你补能量，对，先把不好的那个拿出来，对再补正面的，对，你看我们禅堂老师多有经验呀，对，所以先给他推荐了这个金刚杵啊，请过去来避开这个邪气，对，我相信也为他加持了，作为辟邪的加持哈，对，所以我们网友们也学到这个知识哈，金刚杵、金刚诀都是避邪气的哈，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师父身边这个好大的这一个大的金刚诀，对，哇，那有几百年的了哈，700年嘛哈，14世纪哈，对，哇，很难得看到那么大的一间，对，他就放到哪的话，像中邪的人想走进这个屋来都不容易。他往里靠近是很痛苦的，就是邪气魔鬼根本不能靠近，不能靠近。你靠近他自己难受。理解。你看师父说的这么轻松，其实这个威力很巨大啊，对。如果你把它如果变成卡通动画片哈，就是这个在这一放，它有一个能量，放射出这个能量光，还有它带来的这个护法神灵，立刻就会把这个邪气啊，如果像形象的鬼啊，一些邪神邪灵排除在外面。那不是排除了，几乎是残杀式的了，他们就非常的厉害了，就把他们要不就知趣的已经吓得滚滚的远远的了，赶紧跑啊！那走得慢的，就都可能会被吃掉。这么威力巨大。因为这些在金刚诀上，它这个看似比较觉得恐怖的这个脸哈，它是在天国中的战神。他不是个鬼。天国中的战神，他们这个会把这个战败的对方吃掉。是这样的，一个鬼在他那儿简直像吃薯条一样，就把它吃了，对，所以那个你家里有问题的这个金刚杵在这一放，你就呼呼大睡。我说这个当然是老的哈，这个难得一见的，所以今天呢也给这个网友也稍稍展示一下哈，就是用了几百年，不知道吃了多少邪魔了，就是已经。还有多少修行人都用它帮过人哈？对，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觉得身体一下就像给打通了似的。对，是这样的感觉哈。它也不是麻啊，不是过电。它每个法器出来这个能量不一样。一下就通畅了。我刚得到的时候有点疲劳嘛，心里有点烦，那一下就通了，这么大的威力。对。它通的程度呢，当时我们在某个国家哈，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楼房呢，
就是有4部电梯哈。因为有一部电梯呢，我一进去就觉得就不对。身上就冷飕飕的那个凉气哈。对，我请这个金刚觉上这个电梯，电梯都快失控了。对，电梯开始哆嗦。电梯就哆嗦，快失控了，我压哪不管用。哎呦。我最后我就给金刚觉的神灵，我就是说哈，让他停下来吧，我得把你安放啊。就到了我那个25楼，啪就停了。好玩吧？之后那个电梯就坏了，修了1个礼拜才修好。但是那之后那个电梯就好了，就不再有邪气了，那个阴气就没有了，就不冷了，就正常了。对，所以就问那个楼里头管事的那些老人哈，他说在施工的时候，就那个电梯那个有个施工的人在底下干活，对，那个电梯把下面一个工人压死了，阴魂不散嘛。所以那个他就出很多问题，胆小的人一进去就觉得受不了，就是很好玩。所以你看这个金刚觉真是厉害哈。对。所以这个应该都不是讲是个人用的，而是这个一大家，或者是一个禅堂，或者是一个公司也行。一个公司，对。对。行号那种哈，这是比较好。多少法师巫师用它去消灭过这些邪灵哈。对。我就想起来刚才那个网友说呼呼大睡，就是那个深入睡眠，说小偷进来偷我东西我都不知道。如果他那商店里有这么一个金刚觉镇着的话，小偷根本进不来，早就吓跑了就。对，那就可能不知道出什么麻烦事儿。对，最后这种神灵护法在前的时候，你别来犯罪哈。你犯罪说不定出去撞死了。说不定的哈。那就叫遭惩罚了。像这类神灵他没那么善良哈。对，你要真的不尊重的话，就可能受罚了。受这些神灵的罚就不是小事哈。都是流血大事。哇，这个威力巨大。今天也感恩师父让我们一饱眼福哈，也是非常的恭敬崇拜这个。我想也是给我们的广大网友朋友都看一看，把你的邪气顺便就给你消掉了。我们多看一看就管用哈。当然了。哎呀，太好了。那他看啥呢？那个网友，我知道了。咱们这样的网友朋友们截个屏，赶紧截个屏。对，这个照片我们留下来。是时不常就能看到啊。别乱提醒。好的，提醒多了。心好的这个泛滥哈。行了，好看过就行了。好的，看过就行了，看过就行了。换镜头。那这个谁，这个淑华呢，他还提到，就是说金刚杵之外呢，哈，他也请了这个袈裟书，然后他抱着袈裟书入睡哈，他就睡得很安稳，而且睡的时间长啊。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是听了太多了啊。对，这本袈裟书呢，跟网友们稍微介绍一下，其实是写金菩提宗师从年轻的时候修行啊，一直到证悟啊，到后面的很多师父的这种慈悲理念的神奇故事。对，刚看是神奇故事其实有很多非常高的境界的东西在里面的那对我们很实用的帮助就很多。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安神呐，辟邪呀，对，护佑啊，哈，对。所以枕着它睡觉，或者放到床头柜，放到枕头下，放到你的卧房里头、客厅里头，或者放车里，我相信对大家是吉祥的，非常吉祥。对，刚才说放到车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保平安，出入平安，应该是。对。然后这位网友还请了那个我们的檀香。对，他说那个就是熏了之后，他就是睡得也更好。对，这个也是沉香、檀香都是也是有辟邪的、安神镇静。对。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故事里都还是因为
要么工作压力呀，要么能量不足啊，要么各种外界的原因而睡眠不好的。其实还有一类人哈，我们今天没有着重的讲，就是因为这个有邪气，对啊，做噩梦，什么鬼压床，对，这样睡不好的啊，这个折磨更严重，是啊，那什么中西医更没办法了，那是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请请这种像金刚杵、金刚诀的这种法器哈，请这个袈裟书这样的啊，才能够帮到我们沉香檀香啊，对，是这样的啊，也跟网友们介绍一下。好的，那师傅我们也感恩这个淑华带给我们的分享啊，那也送他一个礼物吧。好。来，一个手串啊，哎，这是白玉手串，应该是对，晶莹剔透哈，对，多美啊！对，晶莹剔透，啊，又能消灾、安神、护佑，好，祝愿淑华健康快乐、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师父。太好了，我们看看现在网友们又是留言了很多，是吧？很多网友们其实在留言那个人生如梦师傅那个颂钵音乐带给他们的帮助。但这位新网友说，我的小侄女才大概1岁到2岁，也是听了师傅人生如梦，很容易就能够入眠。对，他这么年轻的，这么年幼的话哈，可能也是多有点受惊啊，或者是有点邪气啊，才睡不好哈。所以师傅这个人生如梦就特别的能帮助到他。而且小 baby 有时候就晚上睡不好啊，对，哭闹，对，家人也挺烦恼的。是，哎呀，有师傅这个颂钵音乐就真好。对，还有这个网友文艺他说，师傅好，我听这个人生如梦音乐最多5到10分钟就睡着了。以前是失眠症非常重的时候，整夜失眠睡不着觉，非常痛苦啊。自从修炼了这个禅修和八卦以后呢，还有听了师傅人生如梦呢，这简直是灵丹妙药。现在每天睡得都很好，一觉睡7、8个小时，身体非常舒服啊，也越来越健康，感恩师傅。还有这个也是嘛，周美丽她说我也是这样，把师傅的袈裟书、金刚杵和金刚诀放在枕头底下，夜夜好眠。真的是很好。好，咱们往下进行。好的，那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啊，哈，对，刚才师傅在中间的评点之中也有讲到这个能量学说，原来这个失眠是因为能量匮乏造成的。对，师傅，我们再系统的跟网友们再讲一下。好，其实我刚才已经也讲清楚了啊，我再重复一下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这个能量不足之后。什么能量？就是生命的能量。当我们生命能量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因为能量不足可能会引发的，比如说有失眠，焦虑，对，还有呢忧郁，就是精神科的问题哈，对，甚至还有这恐慌症，对，心脏的问题是啊，这都是元气不足哈。还有呢，拉肚子比如说有些瘦子哈，对不起，瘦子就瘦的人哈，瘦的人，我们起外号叫猴的哈，就是特别瘦麻杆级的那种哈。通常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呢？肠胃特别敏感，其实是慢性肠胃炎。那这些疾病。也是属于能量不足，你的元气能量不足包括便秘，能量不足也就没有那个力气都。每个部分的功能，就好比说，今天我们到了这个，你整栋楼都是很多功能都是要电的，对吧？对。比如电梯、电灯、
对，电锅，对，电视，电炉子，电视机，手机也用电，对吧？对。那一旦是当这个电不足的时候，你说有一个东西能好用吗？不好用，啥都不好用。对，充电充不进去，电梯走走停停，是吧？像开玩笑一样吓唬人，一直哆嗦，对不对？是。所以没有一个好用的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变成呢，说我吃了饭之后我消化不了，因为能量不足，使这个肠胃消化蠕动不够。你看，还有呢，因为我肠胃的能量不足，所以我吃了消化不了，怎么办呢？有些是就是它的能量之中还分阳性能量和阴性能量啊。对，当阳性能量不足，就干脆直接排出去，就变成拉稀拉肚子。对。所以很多人吃了饭稍稍有点不干净，或者稍稍有点难消化，哗就跑厕所。离厕所坐得特别近才行啊，就直接就排出去了，吃啥拉啥。对。还有呢，能量不足呢，就是这个脾气 hold 不住。发脾气。容易发脾气，因为简单的事儿想不通嘛。就发脾气不是能量太足，不是能量旺盛，而是能量不足。因为能量不足，脑子不好使嘛。别人听懂了是个玩笑，你没听懂再生气，对吧？就没智慧了。还有晚上睡觉他是睡不着，但是该这个激昂的时候激昂不起来。对。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忧郁。对。为啥忧郁？能量不足。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像正常100瓦的灯泡就发出100瓦的亮光，对不对？是。所以它呢发出，看你多不多，发出30瓦的亮光的时候，就注定为叫忧郁症。所以你看他脸色发暗，眼神暗淡，就这样，而且容易看地。这也是能量不足。没有自信。对呀。对，所以光这个能量不足引发了无限的事情。它是引发的间隔性引发了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对，所以失眠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各种原因，比如亲人去世啦，还是工作压力啦，还是什么，这些是更在雪上加霜。对。当然也有说能量足的哈，当遇上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想本身是不是打击啊？是呀。就算你是能量足的人，对呀。突然之间老板把你炒了。不是你炒老板，如果你炒老板，你有计划有预谋，新公司或者我创业，对不对？你心里不受伤。对。但是老板把你给踢出去之后呢，你是被动的被踢出去就受伤了。是。恋爱中的俩人分手呢，比如说这个女的是被踢出去的，就觉得男的耍了她，说我一心只爱你一个人，结果你爱上别人不要我。对。是不是啊？被踢出去受伤。对，被分手的受伤。对，提分手的还好。对，提分手他是有预谋的，是有预谋，心里有数的。对。对，这个受伤就是能量的消耗。有很多年轻孩子哈，本来就是元气不太足，再遇上这种所有的失去的事儿，对，都让他严重受伤不光是失眠，其实容易导致精神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这样，是这样。当精神问题一出来，或者是长期失眠的时候，邪灵容易侵入。所以邪灵侵入，我们给网友也聊一聊哈。你这额头前头有几根头发一直压不下去，像弹簧一样，砰就立起来了。第二天梳好了头发，蘸着水梳完了之后，砰又立起来几根。就是真的很邪门。这种呢叫分裂性精神病。就精神分裂，已经很严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是他分不清这个好坏事儿了。对吧？那再就是刚才讲的忧郁的，整个眼神暗淡无光，不愿意看人，脸色发乌，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人。对。是吧？这个呢是忧郁症了。也是精神科的问题了，已经。也是。对吧？对。还有眼睛放着傻光，使劲瞪着，使劲看，是不是啊？脑门太亮太凸，就是容易什么呢？还是精神出现了这种，甚至也称为叫躁郁症。或者叫打人症就这个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了还没有达到绝对分裂的程度对吧？对，还有强迫症也是。对，所以这个引发了很多
还有甚至是由精神引发的心悸。很多是这样，是。网友听不懂哈，心悸还由精神引发吗？是。比如说你看个鬼片，你试试看。紧张啊，恐惧啊，对。你正在走着路，没有准备，听这个音乐，戴着耳机，听不见旁声音，后头有人拍一下，拍你一巴掌，大喊你一声，就吓得哆嗦。一个是肾腰部痛到哆嗦，还有心里难受。对，这个是被吓到的。还有像那种紧张的，比如说上台要演出啊，对对不对？上台前的这真的心跳呀。开玩笑说，就快吓尿了。对呀，其实就是精神当中直接导致了你的生理肉体上出现了反应。对，知道吗？对。所以你一旦吓尿一次，你的这个肾已经受伤了。肾和肾的神经受伤。对。就容易出现什么肾结石、尿路结石。肾脏疾病。肾脏疾病一发生，要注意观察他的表情。说脸上有没有发青颜色的地方？发青蓝色。这都是精神当中受了伤的。是吧？但是额头这一块脸上有几个小爪印儿，像那个动物爪的那个印儿的时候，通常就邪灵侵入了。那严重的邪灵侵入，等它叫犯病的时候，说那个东西来了直接显象的时候，它身上发出像大蒜、大葱一样的臭气。保证他今天保证没吃大蒜。但是出来一种特别难闻的大蒜的臭气，甚至是口吐白沫。但是它不是癫痫，脸色发乌，脸上一定会带有青蓝绿色的某种东西。印子，对，就是中邪。对，嘴唇也发乌哈，要么惨白，要么发乌，就是这样，也叫颜面无光。颜面无光无色，那剩下什么叫土灰色？就麻烦哈。当然这个和寿命之间还不成正比哈。但是其他东西出现，它可能影响到寿命。现在只是说他的精神健康就有了问题。所以像这类情况的，都应该请这个辟邪的保物。但是今天任何一个政府机关。和科学角度来说，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没办法出一个对应的药物什么东西来对应它，没办法。对，没有药方。对，没有，只能在民间，世界各国都有这些问题，是吧？对。你看前2年马来西亚一个学校集体中邪，对，你看了吧？新闻上看到了吧？还不止一所学校，对，印尼也有。那那马来西亚教育局呢？怎么办呢？他们国家不是信仰穆斯林吗？对，就在穆斯林教里头请巫师来做法，而且真给他治了，还是的，是吧？是的，而且各个媒体都去拍了，对，是的。那些年轻大姑娘啊，就在地上打滚胡说八道，换了一个人。在台湾，几个女学生登山，在地上绊了一脚之后，等再站，他不站起来，像野兽一样趴在地上嘶吼。是一个动物的一个感觉就出来了，就邪灵上身了。我把他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对，请各种法师去给他治他。光请到治这个过程已经10来个小时。那记者拍了很多这个资料，这吓死人了。所以严重快速的这种邪灵上身很麻烦哈。所以我们在这种事儿出之前，最好说我带着一些辟邪的东西，护身的能护身的，放一下就比较好。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机缘，你有一些这个护身的宝物，像传统在佛教来说的话，几乎，这个修行人用的所有的法物，都成为辟邪的宝物。所有的法物，包括穿的衣服，或者给你送一条小绑辫子的绳也都可以，或者是一条吉祥带绑在手腕上，都是可以，都是管用的。它的用的念珠，或者加持一颗小珠子，在用过的、加持过的都更好。不管什么材质，它趁他念佛持咒，这个上就有了强大的阳性的正能量。你带上它，邪气就被驱赶。是这样的哈。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做的八宝灵珠对，也是辟邪的宝物。对，师父做的八宝灵珠救了好多人的命。是，对，像我们这个，再就是佛教之中的这个
像金刚铃，金刚杵，金刚诀啊，这些东西它就是对，包括金刚月啊，这都是明确的像武器一样的辟邪宝物。对，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带在身上比较好。再就是有一些香料，你像香料，你看世界哈。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有机会参加东西方各大宗教首领举办大法会的场面，但是你在电视上看，对，是吧？对，从教皇罗马那个教皇啊做大活动，前面有3、4个这个级别的3、4个提这个炉子冒着烟，反正不是烧的檀香就是烧的沉香之类的这种香料，它照的是木头香料。很少有人能烧得起那个鲸鱼那个香，叫龙涎香，对吧？烧这些香料是干嘛呢？驱邪开路，驱邪开路把这些邪气、鬼邪、邪灵全赶走。对，你们赶走。哎，这个我们宗教的最高的领袖来了。过去皇帝出门的时候，按正规仪式也一样。前面除了打了灯之外，再就是仪仗队拿着刀枪棍棒哈，对，也是带有说我们带有天兵天将来了，邪灵避开，还有敲锣，这个锣声也希望把这些邪灵赶跑，再就是熏香，在佛教的仪式之中更是，就在西藏先熏香好几遍，是不是？拿着香直接拿着，领头的持香啊僧众哈，这个一个首领就是拿着香。这来开路，对，所以都是用这个香来驱赶这个邪气，所以咱们呢在家里呀，或者公司行号里头啊，每天早晨拿香熏一下，是，怕太浪费，怕太多的话，你可以想方设法只是烧一小段就可以。对，沉香可能用1寸都够了。像咱们这些香哈，就是叫纯香，纯沉香、纯檀香，没有化学添加，没有，这是我们在台湾拍卖的，不是钱多烧的哈，而是买到最好的香，出现一个最好的一个辟邪的效果。是，你今天拿些化学香来把鬼魅给驱跑，结果把活人给熏病了，是吧？熏的这个神经痛3叉神经痛。是，这我就在西藏的时候，他们从印度进的这种化学香把我给熏坏了，所以我都怕香熏，现在是就这个熏出病来了。对但是我们这个禅香跟沉香都特别的，所以我对香的品质我要求就高了。是，所以那个时候从印度进的，印度本来是出这个好的香的，但是一些商人呢，他为了谋更高的利嘛，我用最简单的化学料往里放，是吧？熏的是你，又不是我，只要赚钱就好了。不健康。现在很多印度人出了国买的还是那个香，他不知道这个，其实慢慢中毒就是哈，要好香才能避那个邪气。对。好像不仅避邪气，就是说净化空气呀，像前面的我们的这个瘟疫期间呢，对，疫情期间呢，都非常好的。对，首先让我们整个这个居住环境、工作环境是健康的，对而且没有邪气侵扰的，多好！你据说那个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他们那个寝宫就是卧室里头放的是那个沉香的。像乾隆皇帝放的是沉香的木雕的观音菩萨，哇，太好了！那个慈禧呢是檀香的观音菩萨，这是2个时代的哈，这2个时代的，对，他们是这么讲究的，就是我不点，它身上就带那个香味儿和那个吉祥的能量，一直这样散发着。对，所以这个香料自古以来都是很贵的，是的，非常贵，4大名香之中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挂一个小的檀香牌不管是不是佛牌一个檀香牌或者一个沉香木，挂在脖子上一块儿，或者带了有1颗珠子都能辟邪。除了烧之外，这个香烟的香味儿，还有这个带这个香料本身在身上就能辟邪。当然，如果从养生角度的话，你带不同的花香，也对你人体产生不同的一些健康的作用。你就理解了，说带着这样东西在身上来说，它对你的健康上的帮助，也就理解了哈。对，感恩师父。那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这个失眠跟这个能量的这个学说上。那我有一个问题，师父，就有的人他退休了以后退休了以后不是应该就
也没有工作压力了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发现好多退休的人士就反而开始失眠了，那这是什么现象呢？其实有点像你过去哈，一直每天都在工作、劳作哈，对，那劳作的本身反而是符合于人类本身的叫做生命状态。不管你任何种族、任何宗教啊、任何文化背景，没有关系。人类从历史上，无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哈，无论你是农民种地的，对，还是说作为像有些地方就是靠去狩猎，是吧？或者上树上摘果子哈，就是不是种植去采摘，或是就是猎人啊，你都是在叫做强体力的一直在劳动。对，你今天不去干活啊，今天晚上就没饭吃，更不要说明天了，是，对不对？农民的话，那时候我几天懒得不种地，可能你的到秋后庄稼就没有收成。对呀。所以你必须每天辛苦的劳作，这个反而是一个健康的人生状态。几乎所有人都是在这个状态里。但是从心理上、心情上来说呢，我们一边累了之后，或者工资又低、待遇又低的时候，会埋怨，说老板你看剥削我，你看那个富人多可恨，对不对？会有埋怨和牢骚。这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一种情绪发泄，是吧？但是干活吃饭，这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状态。还有呢，长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突然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好像回到了真空状态。明明生活里头什么都有，对不对？突然一真空了，不知道干啥了，就有点像一下漂浮在虚空之中哈。人就傻了。就没有了依托。对对对。反而从你的精神到肉体都不适应。疾病就来了。其实你是出现一种叫莫名的，叫做没事做的空虚的一种压力。没事干的压力。你在家待3个月之后哈，退休在待着哈，3个月以后你都不敢出门见朋友。那就说明这个能量就很低了，又往下走了。无论是谁哈，比如说一个人关监狱，不管什么罪哈，关了7年，释放出来之后，回归社会很难适应。90%的人不敢见人。对，很难适应。除了有羞愧心理哈，不敢见人，害怕，就是出现莫名的害怕人、害怕事、害怕光、害怕汽车喇叭的声。是。对，就莫名的害怕。所以一旦当我们没有压力，类似于真空状态的时候，反而就莫名的压力就来了。所以又耗费了我们的能量。对。能量反而是消散状态的。对。他这个当人呢，你看退了休之后，对，人开始精力、体力、能量都差了嘛哈。对。他也没必要说像年轻人一样去拼，说我去上什么大学，我要成为百万富翁，我要成为国家首领。他有个追求的目标。对。退休之后呢，这个目标了，一下消失了。人生目标没了，又没有了具体的活干，对不对？身体也开始老化的时候，没了目标呢，他那股气就散掉了。哎呦，这个气一散，那个真气能量就消失了很多呀，就弱了。所以该吃不下，该睡不好，该走不动，你就是这样子，说话声音都变得低了。对。所以师父其实经常是教导我们，就是说人生啊，在到了一定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设目标。对。那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生的追求啊、事业啊、学业方面的哈。但是年老之后的话，就是养生、做功德、做善事儿。对。为自己要有意义。对，要人生有意义，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为自己的来世等等哈，修福德。是。得重新建立目标。对。到菩提禅堂来。没错啦。是不是啊？实在不行，抄经练书法。抄经练书法哈。你想一年你抄读多少页的经文，对不对？对。为你自己，为你的后代哈，积功累德。对。到禅堂做义工，做善事啊！你看看，你的精气神一下就来了，聚起来了。对。而且智慧大开。说
不但能做事，甚至比60岁之前做的还更完美。对，60岁以后，你想你积累了人生阅历多半段的时间，这个经历或者是这个经验智慧啊，哎，这个时候你只要腿能跑得动，脑子能够清亮的话，又是做事业的好时机就来了。太好了。对呀，我们禅堂有很多那个80、90岁的老太太哎呦，真每厉害！天看他们真的是神清气爽，天天在禅堂工作，对，天天就修炼，然后又对，要帮人家穿珠子啊，怎么样的，各种你看90多岁的老太太，你看走八卦，走2个小时。不带喘的，你看多厉害呀！对，走路的话，那小孙子都在后头，奶奶你慢点儿，我追不上你。对，奶奶的小脚跑得可快了。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修炼是不一样的。好的，师父，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听懂了是这个能量学说来解释这个失眠的哈，所以也就理解为什么说菩提禅修从根本上对治失眠，因为菩提禅修的这种方法就是从根本上来补充能量。对。是对，不管是静坐呀、念佛呀，还是站着的禅修，还是走的禅修哈，包括内功都是。而且这个修行场所还为大家提供了做义工积功德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所以这个你看有效的方法哈，一个是菩提禅修的禅修，对，第二个行走的禅修，对，包括内功，是啊，还是再去做义工啊，到具体的很多的到禅堂的这种修行的分配吧哈，对，哎，这老师怎么分配，你就去怎么做，对，这都是在修行，对，哎，去了可能慢慢就好了，不仅身体好了，还这个智慧还通达，对，那是一定的，境界还提升，是啊。对，很多问题就觉得不是问题，对，就达到了治大国如烹小鲜，小菜一碟的境界了，就是那太好了，是，太好了，好的。那今天就是说，也跟大家讲，有机缘的哈，还是来到我们世界各地的菩提禅堂来系统的学习。对啊，但是说现在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啊，没关系啊。这网络上的这些朋友们，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辅助方法哈，先让我们睡个安稳觉啊。对。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在睡觉之前呢，师父经常讲说，你洗了澡啊，换上睡衣哈，非常宽松的这样轻松的这种心情下哈，你静静的坐一会儿，听我们的禅修音乐。对，刚才我们讲了好多这个人生如梦颂钵音乐哈，对，非常的优美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深入睡眠，或者是其他的禅修音乐都是可以的，你去听一听啊。然后呢，清净观想法，对，化孤法都是，很多哈，我们给你们这个网址来免费的下载哈。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半小时差不多也就够了啊。如果你睡着了就睡着了哈。你这过程之中呢，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禅修的过程，就是放空整个身心，一天的疲劳、烦恼都消解掉，对，进入到这种好的这个状态中哈，就一定能够睡个安稳觉，而且补充正能量，让你身体就是该睡的时候好好的睡，对，是。那么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到各地的菩提禅堂来来系统的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更好。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故事都是，这个只是我们众多故事中的一点点而已，听到的太多了，神奇的故事太多了。对，都是第一天来禅修，然后来上课多好了，我们自己听了都惊讶，这么好的效果，它就是这么好的效果。是，所以非常感恩师父哈，把这么好的东方古老智慧的这个禅修方法教给我们现代忙碌的这些人群对，非常的有效。感恩师父。就是我提醒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广而告之哈，告诉你亲朋好友，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真是做功德。正在受着各种疾病折磨的人哈，因为很多疾病，包括这个失眠症哈，都是没有确切的一个好的方法来治疗它。对，而且吃药可能又越吃身体越差。对，吃药不是没作用，但是凡是药就会有3分毒，也可能有些副作用。
还有的是吃很多片安眠药嘛，是它很伤身体的。伤身体的。对呀，对，就跟说刚才喝酒一样的，那都是不好的方法。对，所以把我们这个好的方法，如果你受益呢，就介绍给大家。对，我们希望说，如果你受益了，那你1个月就介绍1个亲朋好友，能够来学习修行。这样的话呢，你就慢慢来做功德这种善心呐，是要持续性、持久性，这个功德才是更大的。你不要说心血来潮，我来做一件善事，明天不开心了就不帮人了要有持续性、持久的，才是最好的对。而且做善事的时候也是就是不骄傲要真诚、虔诚、恭敬的对，来做这一些。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那个禅修学院那个Facebook，好，师父，那给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菩提禅修学院就是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都开启了正式的一个专业。那怎么找到呢？就是 Facebook 上呢，只要你搜 Bodhi Meditation College 或者是中文菩提禅修学院，对，都能搜到我们这个网页。那就是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点赞跟follow因为就是在上面时不时就会更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法务的知识点，像我们前阵子有推出蓝玉髓的系列、金丝玉的系列有一些知识点还有新品，大家能够时刻的就是很及时的看到这些最新的消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后在菩提禅修学院先埋个伏笔也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网络课程的推出那就是在这个如果有follow 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page， 你也能第一时间的去知道这些好消息包括最新的优惠有一些活动甚至抽奖可能也都会在这一边发布，所以网友们现在就是可以到 Facebook、Instagram 上搜 Bodhi Meditation College就是这个网页的这个页面，那个 icon 是个蓝色的菩提塔，对，就欢迎更多的粉丝开始 follow 这个以后都会有惊喜的。是。好的，师父，那我们的每一场直播都给很多网友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呢，也感恩就是所有的这些赞助者们，让我们的直播能够在网络平台上得以实现。对，都是通过语书房来赞助我们的，也请师父加持护佑他们，好不好？好的。祝福所有或者曾经给这个我们这个直播活动呢，就带来赞助和帮助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网友朋友祝你们全家幸福，吉祥如意，收到；消灾灭难，收到；全家兴旺，收到；事业发达，收到；寿比南山，收到；佛菩萨永远是佛光护佑你们。收到，感恩师父，谢谢。好，那我们下一期直播预告时间也来跟大家讲一下。下一次的直播时间就是北美温哥华时间是下周六3月8号晚上的6点钟，那在亚洲台北呢就是3月9号早上的10点钟。好，那师父我们好，那到最后呢，我是希望因为在留言之中有很多朋友网友们都留言说保佑孩子能够找上那个最好的工作呀，或者是高考考上最好的学校呀，还有女儿早点找个好对象还有那个某某人的疾病早点康复呀，等等各类的所祈求的呢，我希望呢他们都能够达到自己的愿望。感恩师父，佛菩萨和诸神灵都会帮助大家实现你美好的愿望。感恩师父。消除所有的灾祸，消除所有的疾病，
佛菩萨加持给你大智慧，所有的疾病都消失。所有的长者都能够延长生命，所有的亲人往生都能得到药师佛和日月两位菩萨的接引。每个人都能吉祥如意，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出入平安，黄财神加持大家，财富满满，得到升迁，收入增长，财宝满贯，消除一切业障，吉祥平安，成就愿望，佛菩萨护佑，佛光普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